铁路馆的故事。那我只觉得它非常的可爱，想要让大家知道，它在传达我们高雄人在地文化。那打狗是高雄的旧称，哈马星线呢就是要往旗津的港口的那一台火车。Hello， 大家好，我是银慧，好久不见。身为高雄人的我呢，今天要来到了橘线的盐埕埔站。那今天我们来到的这个捷运站呢，就是要带大家去我认为我们高雄在近期内最漂亮的一个景点，就是我们的高雄駁二特区哦。那待会呢，就麻烦您跟着我的路线呢，就可以到处的去逛逛。好啦，那我们就取右行，开始来到了高雄駁二特区。从捷运出来之后呢，步行约3分钟的时间，我们就会经过这个马路。那呢，如果你呢直接的直走的话，你就会看到前面有一个很大的公共艺术的展示品，那就表示哦，我们没有走错方位，然后再过去就是我们的駁二特区了，跟着走吧。我们现在终于到了駁二特区的第一站，那可以看到万吧，就是 Information Center，OK， 所以呢，我们先进去拿个地图看看駁二的状况哦，走吧。駁二的地图总共有3个仓库群，待会儿就是会一个一个仓库群带大家去走走逛逛，认识这个美丽的港都哦。Hello， 刚才跟大家讲说呢，我们呢駁二呢总共有3个仓库群，对不对？那我今天的规划就是带着大家以駁二建立的仓库群的前后顺序带大家逛，所以我们第一个要去的就是大勇仓库群哦。那我们就是来走走吧。接下来呢，大勇仓库群呢，在这里呢有一个所谓的戏院。对，那这个戏院比较特别的，它都是播放一些所谓的小品的电影。那整条街啊，走起来是不是非常的舒服，非常的慢活？大勇仓库群里面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们的月光剧场。大家往上看哦，它是不是没有屋顶？因为呢，在多年前，这个仓库呢经历了一场火灾，所以呢屋顶烧毁了。所以呢，駁二特区呢就把它特别的改成就是我们的露天剧场。那既然会取成月光，我想不难想象嘛，就是你晚上看表演的时候，可能还看到美丽的月亮呢。我们要进去月光剧场之前，一定要买票。那我只觉得它非常的可爱，想要让大家知道，它真的就在这边售票。所以呢，如果真的有来高雄，那你又想看一下露天的剧场的话，或许这也是一个不错的尝试哦。那在大
大勇区呢，刚才介绍的这3个地方是银慧自己认为蛮值得看的。那每一个仓库群呢，基本上它都有很多的仓库，所以呢，你如果来到了高雄，你自己也可以再去看看有哪一个仓库的展览，你自己也感兴趣，也可以自己走去看一下。那现在呢，我即将带大家到第2个仓库，那就是我们的蓬莱仓库群。那我们就来走吧。Hello， 我们终于走到了蓬莱仓库群。那呢，沿路走来蓬莱仓库群的时候呢，你会看到2个巨大的公仔。那这是我们陈敬亭艺术家在2006年比赛的时候得到的首奖，所以呢，博二把它放行为大型的公共艺术。那呢，这个是代表着工人。那其实它不是独立一个人哦。来，请看一下我的左手边。在我的左手边呢，我们会有一个所谓的渔夫。那这个渔夫呢，大家都知道，我们高雄当初啊是一个重工业区，然后呢，我们又是海港，所以呢，工人跟渔夫代表的就是所谓的刚毅跟质朴的性格。那当然啦，如果你仔细看他的身体，你是不是会看到爱字的分解字？那它也在传达我们高雄人在地文化、爱与能量的性格哦。赞！我们终于来到了蓬莱仓库。那蓬莱仓库有什么好看的呢？就是啊，你现在可以看到一个小火车哈，其实它就是模拟我们当初呢在这边呢，其实我们有一个叫做哈马线的火车。那呢，在这里呢，来到了蓬莱仓库，你可以也来看看一下我们台湾铁路馆的故事。所以呢，蓬莱仓库的特色就是说啊，你可以在所谓的台湾铁路馆来回味一下当初哈马线这条线的铁路为我们的台湾制造了多少的经济奇迹哦。现在呢，就是要带大家去我们的高雄港站。那在日治时期的时候呢，它是被我们称为高雄驿哈。那现在就是跟随我的脚步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高雄港站的这个车站哦。那我们现在就是带大家进去旧打狗驿的故事馆逛逛哦。那打狗是高雄的旧称。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高雄港站，也就是所谓的纵贯线的 ending。那再等一部不会来的火车了。Hello， 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一个很大很大的草原呢，
如果你仔细的看地上，你会看到很多很多的铁路铁轨。那这些铁路铁轨呢，当初我们就是把它取名叫做临港线。那为什么叫做临港线呢？因为呢，您知道我们高雄是个海港嘛，有很多的码头，所以呢，从这边运来的物资啊，就会从码头那边拉过来这里。那呢，拉过来这里之后呢，我们要到旗津的那个港口，从这里呢又拉出了一条线，叫做哈马星线。那哈马星线呢，就是要往旗津的港口的那一台火车。那为什么叫做哈马星线呢？因为在日语里面呢，哈马就是所谓的滨，那哈马线就是所谓的靠近滨海的一条火车线哦。现在呢，带大家来到的就是駁二特区的最后一个仓库群——大义仓库群，也是我认为是最漂亮的仓库群。那大义仓库群呢，也是駁二特区最晚重生再利用的年轻的仓库群哦。待会跟着我们的镜头，带着大家一起来逛逛大义仓库群，走吧。大义仓库群呢，其实对我而言，它也是一个职人天地。那为什么我这么讲呢？其实我们都知道，仓库群呢，基本上它都是很大，但是呢，各位可以看到，现在的仓库群都把它打成一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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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样子。那就是呢，在这个仓库群里面呢，它把它变成了像个人工作室的感觉，让职人们可以过来这边，然后呢，又帮他设计像落地窗的感觉，让来到这边的所谓的游客啦、人们啊，可以看看这些职人展现他们工艺的所在地。现在呢，我们走到的地方就是大义仓库群。那在大义仓库群呢，它有一个特色，它的特色就是呢，我们都可以游走在这样子的一个巷弄里面。那其实这个巷弄里面呢，是当初駁二在设计的时候，刻意的打掉一些仓库，让我们的游客呢可以游走穿梭在这么漂亮的一个落地窗的感觉啦，还有这么样的绿意盎然的设计里面，好像来到一个森林里面，然后有很多很多的小屋子，让你看看里面的设计的东西。那我们现在就是再继续走，来感觉一下吧。
Hello， 我们现在位于的地方呢，其实就是高雄的第3船渠，就是渠道的渠哈。那呢，在我的身后呢，就是我们高雄的大港桥。那大港桥目前呢，是全台湾唯一一个最大的会水平旋转的桥。那其实我们这边都有开放时间看它的展览，对。然后再来呢，它也是全亚洲现在目前最大的跨港桥。那当初呢，大港桥的设计呢，基本上呢，当然除了景观桥之外，它也是为了要串联駁二特区、第3船渠跟蓬莱仓库的运用。那因为呢，当初呢，如果你要从蓬莱仓库到駁二特区，你都要绕过一个香蕉码头，需要20-30分钟。那为了节省大家步行的时间，才建了这个桥呢，可以连接2个港口，来让民众们或游客们可以快速的跟每个仓库做步行的连接。在这里呢，也帮大家做一个駁二特区的前身的一个小小的科普。那第一个就是为什么駁二特区叫做駁二，因为这里当初是高雄的第2个接驳码头。那我们看到的这些仓库啊，其实在日治时期的时候都已经被建立成了，来存放当初的鱼粉跟砂糖。那鱼粉是鱼饲料的一种。那台湾光复后呢，部分的仓库就被台糖所给接收。那这也不难解释为什么部分的仓库上面呢会有台糖的 logo， 它的标志所在。那个时候当然砂糖也为台湾创造了蛮多的经济奇迹。可是好景不在，就是到了1970年代啊，砂糖的价格大崩跌，导致于台糖失去了竞争力，比较不符合成本，所以呢，有些仓库也因此就没落了。那这就是我们駁二艺术特区的前身的小故事哦。Hello， 那影片到了最后呢，就是跟大家讲一下，那边呢就是我们影片刚开始来的那个捷运站，然后你就这样直直走来，就会到所谓的问吧，所谓的旅客服务中心。那呢，在这里呢，还有一个小小的建议提供给大家，就是说，其实，在我们的駁二特区啦，有2-3站的轻轨，所以呢，你也可以上一下我们高雄轻轨。然后呢，让轻轨带着你沿着轻轨慢慢的享受这里的美丽的风景，这也是一种选择哦。那希望你们会喜欢我们这一次的影片。如果觉得我们真的不错，麻烦帮我们按赞、开启小铃铛、订阅加分享，谢谢大家喽！高雄在地人赢会，拜拜。